Hello， 我是那個大叔，很高興又來到我的遊戲頻道。今天繼續帶來全軍破敵戰錘3的對戰影片。我看到這麼多的礦工，沒有錯，這次我玩的是比較不一樣的玩法。哇，這邊礦工已經燒起來了。好，沒關係，我們繼續來介紹一下我方兵表吧。這個不妨礙啊。首先呢，正前方一字排開4隊的礦工，那後面就是4隊的矮人勇士，這邊帶了3隊的游俠，側面呢分別帶了2隊的屠夫，還有一個巨龍屠夫英雄。然後我方領主放在最後面，因為我忘記去擺它了。不過沒關係，我是用最便宜的領主，所以影響其實不大。大概。好，看一下對方這邊的陣營哦。這邊是恐虐。那首先看到空中貼上飛的這個是混沌怒魔，算是類似暗精靈的陰森女妖那種東西，就是干擾型兵種。主要就是啞火對方的炮兵或者是一些弓箭手，不要想說把它當成傷害主力，它並沒有吸血鬼的嗜血天鬼那麼可怕。然後我們看一下地面單位，這邊是血肉獵犬，然後1隊精英版本，然後旁邊這邊還有2隊，總共出了4隊，非常的可怕。這個基本上可以把後排給癱瘓掉。總共有5隊這種高速的單位。那我們這邊看一下對方正面單位，1隊長戟兵，然後1隊的狂戰士精英版本，然後這一隊是比較便宜的恐虐掠奪者。那領主呢是用了獵虜者。我們看一下，其實這個身材在矮人來講算是非常高大哦。不要看起來好像小小一隻，但是面對矮人的話還是很可怕。我們看一下，在後面開炮的是這個巨炮單位，射程距離380，算非常遠，而且它是單一模組，所以不用怕就是炮架被毀掉那種問題。它沒有像3、4門大炮，然後被毀掉，傷害會減很多，不會，它就是單一模組，這是單一模組的好處。這邊還有一隊剛剛沒介紹到血煞，這個是這算是騎馬嗎？我覺得算是機車，不過它的歸類應該不會算戰車吧。不過它的重量算蠻重的，1600，我覺得算有點重，應該算單體戰車吧。其實我不太確定。好，我們來開始進入戰鬥。首先呢，对方這種高速單位會先，正常來講應該會先布置到2邊，然後開始要衝鋒過來。然後看到對方有這種防禦型的話，會先拉1隊過來，去咬對方的這種像是為了你而設置的防禦型單位。好，沒有錯，1隊會先咬它，然後另外1隊會從旁邊這個縫隙溜過來。正常會從這種像這種縫隙，或是從最後面拉過來。但是我方這邊都有擋下來，這邊很漂亮。這個英雄以及屠夫都有，可是屠夫似乎黏不住啊，黏不住对方的英雄單位。好，這邊對方降落的很快啊，看他攻擊能力其實算很強哦。好，還有1隊獵犬也衝上來了，那這門火焰炮基本上是沒了哦。這門火焰炮大概就是要送給對方了。好，這2隊加農炮也差不多都被咬掉了，沒關係，
我方還是有一戰的本錢，因為這邊我方的游俠有隊伍其實是4隊哦，4隊的話意味着我方彈藥量會非常多，而且4隊集火一輪會非常可怕。那這邊的話，我方礦工一定會輸，礦工打不贏剛講的那些單位，但是沒有關係，我重點不是要礦工打贏，礦工的重點就只是要拖住對方，只要讓對方不要過來就好。這時候再調度我方這個游俠，不過有一隊游俠已經不見了，應該被對方剛剛的混亂當中有一隊就已經白旗跑走了。然後這個時候就是在開始整頓游俠，在拉位置，想辦法就是找一個比較好輸出的位置。好，這一隊血肉獵犬是盯上了這一隊游俠，但是模組不多，其實問題不大。好，剛剛跑掉的矮人勇士又重新回來，這邊有在做一輪的集火，但是對方領主似乎還承受得住。這時候其實還沒有意識到對方這個英雄有多可怕，他的這種攻擊方式其實會造成的傷害範圍非常大。你看一下，他是一大圈一大圈在攻擊的，所以步兵要圍他，基本上也圍不太住，這個非常恐怖。但是我方領主現在是在跟對方的領主在正面對打。我們看一下，游俠還在走位，還在找比較合適的輸出位置。好，剛剛那一隊游俠也回來了。不過對方英雄直接撞過來，我們看一下，哇，這個轉圈下去，這隊游俠大概就已經沒事做了。但是剩下3隊游俠在不斷的攻擊對方，那這個對方這個英雄單位應該就會蒸發，這個應該會受不了。好，開始在燃燒了，那這個血等一下就沒了。然後這邊對方的炮兵也衝上來了，也開始做近戰了。他的攻擊模式其實跟剛剛那個是一樣的，就是繞圈圈的方式。不過這時候我方游俠在後面瘋狂的集火，3隊在集火他受不了，士氣承受不住，現在已經在燃燒了，等等就会蒸發了。這就是3隊游俠的攻擊力啊，非常可怕。看他在燃燒，基本上就可以不用去管他，開始在打下一個單位了。我們看一下這個長戟兵。長戟兵果然就是很恐怖，撐得蠻久，從剛剛到現在，其實他不知道已經斬殺掉我方多少單位。好，看到他已經骷髏齊了，基本上就不用理他，那就剩下對方的領主。然後這時候也在燃燒了，我們可以看一下，他的身材真的算非常的魁梧，跟矮人相比的話，哇，他攻擊方式非常的殘暴啊！一次揮過去就是不知道多少人不見。好，但是他的血量也所剩無幾啊！他現在是不知道能帶走多少。好，血量燃燒完了。這時候其實還沒有結束，是因為對方這邊有一隊永不潰散的，但是所剩模組也剩沒多少。我們這邊加速看過去，那就是被圍剿就圍掉了。這一次我方部署的單位接近700個人口，就可以知道我方單位量真的非常可觀。對方部署大概是260左右。那剛開始對方在衝線的時候，沒有錯，我方炮兵基本上都沒有事做了。我方炮兵在第一輪衝鋒的時候都已經損失掉，但是我還有4隊的游俠，而且我早就知道，一定很有可能會有這種騎兵單位會衝上來，所以我有安排2隊屠夫，還有1隊屠夫的英雄單位來針對後面防禦。不過沒有想到對方的單位這麼多，但是其實都有擋下來，算是好消息。那一開始大炮互射其實
也算是有佔據上風，因為我方是加農炮是2個隊伍，總共有4門巨炮，4門巨炮，對方也只有2門而已，所以其實優勢很大，坦白講。然後這個火焰炮就比較可惜啦，火焰炮基本上算是沒做到事情，這個傷害輸出還有這個擊殺數字真的非常的可憐。那這一場基本上都在控制游俠，就是要走位啊，要遠離對方的什麼單位，然後要集火什麼單位。因為礦工真的是沒什麼好控制的，礦工跟矮人勇士重點就只是要把對方的近戰單位給貼住而已。反正就是不管損失多少兵，反正就是要讓對方黏住不動，讓我方後面的游俠有充分的輸出空間。這種戰鬥方式算是戰錘最基本的戰術，所謂的鐵砧戰術啊，就是這個樣子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所有影片內容了。如果喜歡的影片，幫我點個讚，並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個大叔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